大家好，我是伊娃。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在过去的2周中，我做的4款不完美的日式轻乳酪蛋糕吧。这款蛋糕方子没有问题，即使外观看上去有些瑕疵，口味丝毫不受影响。方子里面使用蛋白霜，所以制作方法是类似戚风蛋糕，成饼口感松软轻盈。而正因为使用的是蛋白霜，蛋白霜的打发状态会直接影响成品。4款蛋糕的缺陷各有原因，我会把心得放在影片结尾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蛋糕模具。这个方子能做一个6寸的蛋糕。模具底部和周围垫上烘焙纸。我有试过预先在模具上抹上黄油和不抹的2种做法，最后对蛋糕周边是否平滑的决定性影响并不大。接着我们来分蛋，同时烧一些开水。为了防止蒸汽过度加热，可以在搅拌盆下方垫一块毛巾，将奶油、奶酪、黄油隔水软化，搅拌至幼滑。这时逐个加入蛋黄，混合均匀。然后分次筛入面粉，搅拌到没有面粉颗粒。最后倒入奶油，当然也可以使用牛奶。拌匀后放置一旁，让面糊稍稍松弛。锅中的开水稍后还会用到，可以重回灶上保温。现在我们来打发蛋白。搅拌盆里要没有油脂，用高速将蛋白打到细泡泛白时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保持速度继续打到气泡开始变得越来越细腻，并且蛋白表面出现光泽时，再加入1/3糖。之后调低速度到中速搅拌，使蛋白霜稳定，并加入最后1/3糖。最后一步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混合面糊和蛋白霜。在确保2者完全混合的同时，还要尽可能防止蛋白霜消泡。在这一步之前，要确保模具、烤箱都已经就位。混合均匀的面糊要马上倒入模具中，轻磕出大气泡，将蛋糕模具置于烤盘中。在烤盘里倒入开水，烤箱预热至120摄氏度，将烤盘置于底层烤架之上，烘焙约1个小时。之后将温度调高到140度，并将蛋糕移至中层烤架，继续烤10分钟左右，让其表面上色。现在让我来总结这4款蛋糕的失误吧。蛋糕1号在出炉后，在模具中待的时间过长，温差产生的蒸汽让原本饱满的表面出现了这样池塘般的皱纹。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，我把蛋糕2号在出烤箱后直接脱模，可以看到蛋糕表面非常饱满，侧面也完全没有出现烘焙纸的印记。但由于蛋糕体还没有完全定型，结构并不能支持其本身的重量，所以有出现倒塌的姿态。蛋糕3号表面上色过深，是因为一方面我认为前2次蛋糕表面上色不够，另一方面我当时还有忙别的事情，虽然设置了闹钟，还是忘记及时将蛋糕取出。蛋糕4号的失误在于蛋白霜严重消泡。1号到3号的蛋白霜我都打到了近干性发泡的完全打发状态。蛋糕4号我尝试只打到湿性发泡，因为干性发泡的蛋白霜和面糊的状态不一致，这样搅拌时面糊容易出现蛋白块未彻底混合均匀的情况。而湿性发泡的蛋白霜和面糊流动性相近，相对来说不会产生蛋白块，直接分次将蛋白霜切拌入面糊就行。但因为湿性蛋白霜状态并不稳定，在切拌时稍微多加搅拌，就
就非常容易消泡，所以可以看到蛋糕4号在搅拌过程中消泡比较严重，成品表面有非常多的细孔，非常不细腻。另外还有一个小 tip， 如果想要蛋糕切面平滑，最好让蛋糕在冰箱中冷藏几个小时，并且在切的时候把蛋糕刀放在热水中加热后擦干再切，不然就会像这样了。看了这期翻车记录，大家在烘焙的过程中要吸取我的教训哦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学习成果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中再见喽。